针对俄罗斯承认乌东两地区独立，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先后宣布对俄实施制裁措施。在周二的第一轮制裁旨在切断俄罗斯与西方金融联系后，美国周三继续祭出新制裁，正式瞄准俄罗斯极为重视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施压，俄外交部则发出强硬表态，称将做出强力回应。当地时间周三晚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拜登连发3条推特透露了通话内容。拜登说，泽连斯基打电话给他，他在通话中谴责了俄罗斯军队的无端袭击，并简要介绍了乌克兰方面为唤起国际谴责而采取的步骤。拜登说，泽连斯基请求他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明确反对普京的公然侵略，并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拜登透露，周四将与7国集团领导人会面，讨论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还称将继续向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提供支持和帮助。拜登已指示美国政府对北溪2号运营公司及其高管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制裁北溪2号项目只是美方对俄罗斯回应的开始。So by acting together with the Germans, we have ensured that this is an $11 billion prize investment that is now a hunk of steel.Sitt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西方对俄罗斯最有效的制裁办法就是直接切断油气供应，但此举必然导致油气价格继续飙升，给欧洲消费者带来更多痛苦，显然也是欧洲领导人难以接受的结果。俄外交部周三发表声明警告说，将以强有力、不一定对等，但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式对制裁做出回应。对于美方来说，会是精准和感受得到的回应。他所谓的这个不一定对等的制裁。可能是指对美方核心官员的一些制裁方面，也有可能是在军事上进一步的采取下一步的行动。那么，但是呢，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的欧盟国家啊，都十分依赖这个俄罗斯的油气和大宗商品。那么，如果美方进一步的施压，那么俄罗斯可能会选择完全切断对欧洲的这个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原材料的这个能源供给，包括要求购买俄方天然气的国家不能使用美元交易。那么，这个将会对美国以及西方的整个的金融体系造成不小的打击。美国盟友纷纷跟进制裁俄罗斯。欧盟周三晚间公布，对投票支持承认乌东2个地区独立的351名俄国家杜马议员及27名在破坏乌克兰领土主权方面发挥作用的重要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禁止他们入境欧盟，并冻结其在欧盟司法管辖范围内的财产。这些人几乎囊括俄方除了总统普京、总理米舒斯金和外长拉夫罗夫之外的军政高层，包括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副总理胡斯努林、副总理格里戈连科、陆军总司令萨柳科夫、海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空天军总司令苏罗维金等高级官员。英国继周二制裁俄罗斯5家银行及3名寡头企业家之后，首相约翰逊周三在例行议会下院首相答问中宣布，英国将很快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一揽子军事支持，包括防御性武器和非致命性援助。乌克兰外长周四强烈呼吁欧美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结算系统。据测算，占俄罗斯财政收入约40%的油气出口将受影响。被称为金融制裁的核武器。对此，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回应称，将俄罗斯剔除出 SWIFT 系统暂未列入美国的制裁措施清单。有俄罗斯媒体指出，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金融业在美国的制裁下就开启了去美元化的进程，具有了一定的承压能力。但将俄罗斯剔除出 SWIFT 系统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痛苦将是长远的。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的时候，其实美国及其欧洲盟友都曾考虑过动用 SWIFT 这个制裁工具。那么俄罗斯当时也是表示如果它被制裁、被逐出这个金融交易系统，将视之为对俄的一个正式的宣战。那么考虑到欧洲盟友对俄罗斯极高的这个能源依赖只要俄罗斯的这个行为仍在美国的这个预判和接受范围内，并且呢，在双方之间仍有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建立对话，那么美国未必会采取这个极端的制裁措施。在一些外媒看来，西方国家此次实施制裁的力度其实并不像此前预期一样激烈。美国彭博社周三指出，美国及其盟友没有用一揽子制裁措施全面打击俄罗斯顶级银行，也没有切断俄罗斯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更没有针对俄总统普京本人。
第一轮相对温和的制裁只是让市场松了松肩。英国经济学人分析称，西方国家现在面对的困难是如何调整应对措施。西方显然希望向俄罗斯展示自己的决心，维持西方国家间的团结，对所谓全面入侵保持威慑，同时又为寻求外交解决留下适当的空间。拜登在早前的讲话中也承认，如果继续扩大制裁，美国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我们需要承认，捍卫自由也会给美国带来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要想真正打击俄罗斯的痛处，必然会损害西方国家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是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欧盟1/3的天然气供应都要依赖俄罗斯。俄罗斯采取的军事行动震动全球市场行情，布伦特原油价格飙涨4美元每桶，是8年来首次突破100美元每桶，目前价格已经超过102美元每桶。目前欧洲现货市场的天然气价格约为每千立方米900美元。对此，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嘲讽称：“欢迎来到一个美丽新世界，在这里，欧洲人很快就要为每立方千米天然气支付2000欧元。”美国《华尔街日报》警告，在本轮乌克兰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就已经饱受供应链困境和通货膨胀影响。虽然俄乌在全球经济产出中占比不高，但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直接冲击欧洲经济。在周3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法新社记者问中方是否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1年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就超过了100多次。美方的制裁解决问题了吗？世界因为美方的制裁变得更好了吗？乌克兰的问题会由于美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而自然而然得到解决吗？欧洲的安全会由于美方对俄制裁而变得更有保障吗？我们希望呢，有关方面能够认真的思考。我想还是应该努力的去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问题。华春莹表示，美国等一些国家的非法单边制裁已经给相关国家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困难。美方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和对俄关系时，不得损害中方和其他方面正当权益。